15年前，因为随手做的一道炒饭，让我成为了中餐对外文化宣传大使。太香了！我这道炒饭处处是门道，要想剩饭做好吃，只要2步你出师。我做炒饭的灵魂味道就来自于它，这是啥？咱们稍后揭晓。当初也是因为下班晚，用随手的食材炒了个宵夜，结果被一位来饭店的顾客尝了一口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接下来就是炒饭界的月牙白，蛋白下锅，千丝万缕的状态，那调味得多复杂。当时的确是又做榨菜又调酱的，真的挺麻烦。现在省事儿多了，从小吃到大的国民品牌吴江榨菜出新品了。吴江榨菜酱炸的就好吃，炒饭要用剩米饭，必须要抓拌均匀，一丢丢的油，米饭入锅，要让米饭快速的脱失水分，达到粒粒分明的效果。焯好水的蔬菜丁，大火翻炒，炒饭的灵魂它来了，放上一大勺的乌江牛肉榨菜酱，传香豆瓣酱搭配卤制的香辣牛肉，还有鲜脆的榨菜颗粒，就不能越吃越香啊！哪儿都有你。我前2天放的这瓶，这不又空了？没办法，也太下饭了。当然了，它里面的豆瓣酱是川渝炒菜的灵魂，所以用它来烹饪炒菜也行，其他调料都可以省略。妥妥的厨房万能酱，而且有鲜脆、麻辣、青椒、牛肉4种口味，想吃什么都可以。不敢这，我都哎，孩儿们，退出来！吃个冰激凌能吃出优越感来，我要再不出手，是不是真当我好欺负呀？再贵的冰激凌不是也是吃的吗？只要是吃的，它能难倒我？这口感，这还好。冰淇淋的天花板配方，不开法拉利的也能吃。具体配方在评论区里边，大家一定要截图保存。想当年我去美国，不知道走了多少地儿，求了多少人，我终于把它测试出来了。今天毫保留的作为1000万粉丝的福利送给大家：熬好的牛奶和奶油稍加冷却，鸡蛋黄、白砂糖、奶油和牛奶调和均匀，进行一个过炉，没有任何的蛋花出现。核心温度来了，过滤过的奶汁儿再次放到锅里边，咱们小火慢熬，黄金温度80度，丝滑的状态进到冰箱里边冷冻了，比原版哈根达斯还好吃。198的拌饭让我粉丝买单，我这国宴大厨的身份没人当回事儿是吧？宠粉就看我的。哇，太香了！只要会动筷子，1分钟学会肘子拌饭。新鲜的肘子，咱们先给它烧毛，刮干净，凉水下锅，再下去腥3件套。要想吃起来不油腻，做起来有一个秘诀，看到最后告诉你。锅里面直接少量水，黄冰糖，大泡泡变成小泡泡的时候，肘子下锅，香味交给香料帮，颜色由它来搞定。这是啥？我的粉丝都知道，这题啊交给他们了。一般为了让肘子更酥烂，我们直接连汤带料放到锅里边压它1小时，趁这个功夫啊，把蒸好的小土豆给它炸一下，等会儿浇上汤汁后会更吸味。再随意的美食也要有精致的摆盘。肘子压好后，在锅里边收拾汤汁，这一口谁看了不迷糊啊？孩儿们开炫！秋冬季喝一碗汤，一口能抵3吊秋裤，太好喝了。只要3步，胃不舒服的马上做。首先给猪肚起个枣，面粉、盐巴、白醋，记住了啊，孩儿们，白醋可是碱性食材，可以洗掉残留的腥膻味和粘液，这些东西没去掉，简直是难以下咽。而且这个时间段，咱们做这么一道菜，可以赢了祖先的这么一句话，叫秋冬进补，来年大虎。洗净了猪肚，要配走地鸡，去掉腚和鸡爪，这4种食材都是咱们家常必备的，莲子、小枣、淮山还有枸杞。现在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走地鸡了，这是肚里有货的走地鸡。我操，有点眼力见儿，赶快过来把这鸡给搁塞肚里去。哎，这多顺溜，把这小口给封住了。提问回答：这猪肚是猪的什么位置？咱们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。凉水汆烫，紧实后再放到热水锅里，就放白胡椒粒儿，小火炖1半小时，拉开拉链。香是香，怎么感觉淡一点？那当然，重要的这步在这儿呢。鸡咱们手撕成段，再带着肚子里的货放回锅里，只要5分钟。孩儿们开炫！一碗剩米饭，你加一个汤，能让500个人在我店门口排队，太绝了！炒饭最高境界，点个赞的就学会。猪油炒饭第一步不是倒油，而是倒水，肥美的油炸，丢丢的葱姜、花椒酒，这太麻烦了。嫌麻烦，超市有现成的猪油卖，随炒随吃。这个油它是那种纯粹的爱老虎油。葱姜退场，鸡蛋放到锅里边，把蛋黄轻轻打散，剩米饭直接进锅，慢慢的受热松散。葱哥的火腿肠翻炒，整个调理过程非常简单。生抽酱油淋到锅边，素蚝油，继续摁，继续翻。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米饭已经炒到粒粒分明的时候，葱白微微的焖它一下，小香葱往锅里边轻轻一撒，吃完这个猪油炒饭就仨字儿：别求回。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排骨，我曾经靠它征服了一众匈牙利人的味蕾。太香了！保姆级教学，59秒教会你新鲜的肋排，放重盐，大把的面粉，把血水牢牢的抓住。浸泡时间10到15分钟。从我学徒开始，每天都在不停的学习、总结、进步。孜然排骨焦脆的第一步，不是直接下锅煎炸，而是上锅去蒸，猛火蒸它8分钟，排骨摆在锅里边。一面大火煎它2分钟，翻面美拉德色儿，黄金时间4分30秒。第一步的香味来自于这种完整颗粒的孜然，熟的孜然粉香香的辣辣的，吃肉不吃蒜，跟着家属一起说，香味少一半，洋葱粒儿，小香葱，红绿美人椒，芝麻一撒，谁吃谁迷糊。为什么你做的紫菜蛋花汤打出这种漂亮的蛋花？今儿个我30秒揭秘，就这绝招，谁学不会你来打我，太厉害了！鸡蛋3颗，哎呦，充分的搅打使蛋花脱出有如出水芙蓉样子的一个关键地方。要想做出完美100分的紫菜蛋花汤，有一动有一不动，水完全沸腾，关火，鸡蛋不散花还不腥，这就是麻麻味道好喝的秘诀。调味非常简单，生抽酱油转2圈，少来点盐，3几滴的香油，洗好的紫菜、小葱花、小香菜、小虾皮儿，味道香浓的紫菜蛋花汤起火。中国美食历史上第一道往米饭里加汤的炒饭，光配料就有14种。可帅神香啊！这可是被扬州炒饭协会认证过的，一招还原中华第一炒饭，全网最正宗。夏叔今天就严谨的还原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炒饭，可不是你们所想象的蛋炒饭里边多加点配料而已，可不是那么简单。小葱花微微的爆香，扬州炒饭3遍冲香，鸡肉丁、鸡胗子、花菇丁、冬笋丁、海参丁、火腿丁，让所有的肉类食材先有一个初期的预热，放上香浓的鸡汤，虾子投放的时间和投放的比例有着严格的标准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料理，无法传承。再把这瑶柱放到锅里边，夏叔布置作业了啊！到底你们有没有记住一共要往里边放多少种料？一道经典的扬州炒饭里边的每个细节、每个环节，凸显了我大中华上下5000年的料理精髓。关火冲亮金华火腿的原汤，正式的扬州炒饭。咱们今天就做一个难度最高的金果音。鸡蛋一入锅，放上米饭，不停的在捶打中，米饭已经裹满了半页。极致的扬州炒饭金果银是不允许有任何2颗粘在一起，这就叫做严谨还原。怎么和我吃的扬州炒饭不一样呢？你那叫做蛋炒饭，往锅里加汤，收干汤汁，再入汤，循环往复。经典就是经典，做不了假。你下多大的功，它就会给你多大的回报。鲜虾仁、豌豆米，1勺尖的盐，2遍葱，沁出锅里浓郁的香味儿。最后1遍葱，剩余的料往锅里边一入，大火翻炒30秒。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炒饭大功告成。